这么心有灵犀啊！我从苏州回来，你就赶过来。你到底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嗯？哎呀，我是怕你们担心嘛，就不想让你们担心，结果你们两个都不来找我。但你知不知道，你不跟我说，我会更担心。对不起。都没有你重要。在肩膀。这外边刮风了，得早点回来。是啊，这天气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不冷吧？还行。哎，雪玲姐，倩倩，扎西克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哥，看倩倩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干嘛你不欢迎我？欢迎，怎么可能不欢迎呢？你要是能离开明远来我们凯曼，我更欢迎。哎，这个事情倒可以考虑一下。真的呀？那我现在就给你安排。哎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还当真啊？我还真给你安排啊。行了，有人替我陪着你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不来也行啊。你呀，就跟他学坏了。走了。哥你慢点。嗯。谢谢。你哥天天来吗？几乎吧，我一生病就把他给累坏了。他这样受苦受累，也是希望你能快点健康起来。倩倩，我听明轩说，你还是不肯动手术。雪玲姐，你就别劝我了。其实我自己也没考虑好。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，那我真该好好劝劝你。你走的这几年，大家过得都很辛苦。你哥、明轩、陆阿姨，还有我。雪玲姐，我不想说这些。我知道，你也不想这样。要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不会跟你说这些的。你是了解明轩的，他是个心思重的人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他没有一天不在责备自己。方小雨
见他一次就损他一次，他也接受了。还有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原谅陆阿姨。芊芊，我说这些不是要责怪你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大家才能安心。所有人都在惦记你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明白吗？我会的。莫非你找什么呢？有一张图纸不见了。办公室就咱们几个，也没见谁来过呀。你是不是忘在哪里了？再找找。我整个都找遍了，可还是没有。怎么了？有一张图纸不见了。不会是水色的概念图吧？可是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这儿，而且其他都在，最重要的那张不见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好好想想。是不是拿家去了？不可能。你们俩也帮忙找找。好。丢设计图不是小事儿。莫非出来？怎么了？那天除了咱们办公室里的人，还有沈佳琪来过。什么时候啊？那天他说要来找你，结果在你的工作台上聊了一会儿，鬼鬼祟祟的，背后好像还藏着些什么，但是我没看清楚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只有他一个人？哎呀，这种事情我不会乱讲了，要不你去问问他，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。莫非你也来泡咖啡啊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给夏总监泡咖啡，他着急啊。我有事儿问你，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那你问吧。要不我们去那边，好吧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非要在这儿说？佳琪，那天你去设计室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张我的图纸啊？什么图纸啊？我那天去看你的桌子上只有2本设计图册，我随便翻了翻，别的什么都没看到。我的概念图就在图册的下面，你没注意到吗？概念图这种东西我还不认识吗？怎么了？我丢了一张概念图，可我清清楚楚的记着，它就放在图册的下面。如果你翻图册，肯定能看到呀。我没看到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说你再好好想想，你也知道概念图很重要。哎，不，莫非，你今天发什么疯啊？你是在怀疑我是吗？我没有怀疑你，只是那天只有你一个人来了设计部。你们组有那么多的人，你第一个怀疑的是我，莫非？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会你，所以我自己才先过来问你的。而且如果事情闹大的话，大家万一调监控，你可以去调监控，你也可以去报警。但是我沈佳琪发誓，我没有偷你的概念图。佳琪，莫非，咱俩的感情彻底完了。哎，佳琪，莫非，你过来一下。莫非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住了。概念图既然那么重要，为什么不随身携带着？明明是你自己保护不周到，被人偷了也难怪。总有一天，我你这杯咖啡我等了整整20分钟，
我还以为你去火星烧水去了呢，所以过来看看，没打扰你跟咖啡聊真心话吧？我刚刚有点事情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。还有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刚刚说的墨菲跟概念图是怎么回事？佳熙，夏总监找我。听说你的概念图丢了，对，现在还在调查中。有什么头绪吗？还没有。我是明远的设计部总监，公司大小的事情都由我来管，凡是影响到明远利益的事情，我通通不允许发生。我不会听别人随便说什么，也不会听你推卸责任。丢设计图是一件大事儿，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我绝不偏私。还有，事情没有下定论之前，大家说话最好留点余地。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图？就是一张废弃的草图。夏总监您放心，出了问题我来担当。有些责任我怕你承担不了，尽快找到结果通知我吧。好了，你出去干活吧。好漂亮的车饰啊，从哪儿买的呀，哥？我是买的，还有送的。送的？谁手这么巧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神秘女孩啊？嗯，看来是真爱呀！哥，你快跟我讲讲，我太好奇了。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连我都不能说吗？哥，你告诉我呗，我太好奇了，让你变成这样。好，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会给你介绍的啊。这得到什么时候了？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呗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乖乖的，就是把病给养好了。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以后所有的女朋友，我都一个一个的给你介绍，行不行？你又没正经。肖医生说，你随时有可能晕倒，不能在家常住，所以他要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可不准耍赖，啊？好。真的是在医院住的好好的，干嘛非要出院呢？医院再好能有家里好吗？在家我能天天见到你和爸爸。哥，如果爸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不肯回家住了？我会每天去看你的。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？这辈子怕是不可能了吧？哥，爸的确做过对不起妈妈的事情，可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而且爸一直在顾及你的感受，你知道的，感情这个事情别人是左右不了的。为了顾及你的感受，爸前几年才和庄阿姨结婚。其实这几年，他们未必真正快乐过。他快乐不快乐那是他的事情，我原谅不原谅他那是我的事情。你就嘴硬吧，你知道爸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了，你跟他简直一模一样，一样的倔脾气。好，你要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医院了。哎，你跟我耍赖是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给你送回去？你欺负我！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回去多待几天，你连这都不答应我。你就陪陪我嘛，哥哥，你就陪我几天好不好呀？我的好哥哥，好不好呀？你就陪你的妹妹吧，好不好呀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回去陪你2天。太好了，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嘛！门坏了吗？真的是。他们回来了，董事长。倩倩，爸，庄阿姨、钟叔回来了。钟叔，麻烦你把哥哥的房间也打扫一下，他这几天在家住。好嘞，来吧。啊，也好。行了，上去休息了啊，走吧。先上去。坐。这地儿你该放点心了吧？总之这件事都怪我就应该24小时时时刻刻都盯着你，一刻都不放松。你看我这一放松，你给自己都弄残了。我说你少来，我在医院给你打电话，你可一个都没接过呀。我那不是着急找工作吗？而且是你告诉我的，女人应该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不能总靠着程阳。不过总的来说啊，还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照顾好你。你多吃点猪脑，好好补一下。还是你最好。你的那个唐总，在你住院的时候，有没有当好他的24孝男朋友啊？我没和他说。你没跟他说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是小伤，而且他工作也很忙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。不过出院之后我才跟他说。王菲，你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啊？还是你之前就是脑残？谁脑残？这么大个事儿，你不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男人你一定要让他懂得怎么怜香惜玉。那你得给人家机会啊！你这机会也不给，还浪费这么好一个条件，你这不是白替人家妹妹挨砸了吗？我要是你，我非得让他全家都来照顾我。全家都来照顾你？我说你忙得过来吗？反正我不管。你呀，好好的多吃点猪脑。这一盘猪脑都是你的，好好补一下你的脑子啊！我这还没吃完。我觉得你还有救。还没吃。现在就给你煮，你全给我吃了。方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我还没想好啊。我觉得呀，越早说越好。依我看，小鱼那个脾气啊，要是他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消息，恐怕他会误会您的用意。您说呢？也对，尽早让他知道也好。小鱼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喝酒去了？你爸爸想跟你坐下聊一会儿。老周啊，啊，算了。小鱼，钟叔陪你上去。哎，
呦，身轻如燕啊！酒醒了是不是？不恶心了？又想找事儿啊？公司的事情不上心啊，喝酒买醉，哎，倒能拿第一呀！你怎么管那么多呢？我怎么不能管啊？你现在代表的是凯曼，代表的是方家，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丢人吗？又是丢人，怎么什么都是丢人？你怎么就完全看不上我呢？我做什么都不满意，只顾着自己的脸面。我是想高看你，但你自己想想看，回想一下啊，这3年来你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觉得高看你的？你举个例给我听，来。是，我没有你那样日日夜夜的扑在工作上，但是我的能力有目共睹啊。埃塞尔相信我，凯曼相信我，只有你在质疑我。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啊！要凭你那个样子的话，谁相信你？倒霉的倒霉，该走的以为你是呢？要不然别人把你看成什么了？你知道吗？别吵了，怎么能这样跟爸说话呢？你看他都说的什么话啊？你把他当爸，他把你当女儿没有？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让我去公司为他卖命赚钱？他眼里边只有工作。他根本就不关心你啊！你说你就好了，你扯你妹妹干什么啊？我这么做我是为了谁？哎呀，你就少说2句嘛！孩子们才回来，我们回来吃顿饭，你干嘛呀？生气，对不起。笑宇，早餐好了，我们先上去吃好吗？我先去上班，我去公司吃。哥。爸，我气饱了，你们去吃吧啊！进。听阳光说你又没吃午饭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救星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怎么了？我去医院看过倩倩了，她状态怎么样？精神状态还可以，但是我劝了她半天，她还是不肯动手术。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教的。我们再想想办法说服她吧。不过我劝了她半天，我觉得她多多少少应该听进去一切了。人命关天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还是得极力争取。有时间啊，最近你多过去看看。我也不太方便去啊。你说也是巧了，我每次去都能碰到小鱼，然后我每次去，他都跟我说着同样的话来责怪我。你放心吧，这点小事情我还是能替你分担的。我会经常去看他，劝他早点动手术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莫非知道倩倩回来了吗？我会找一个时间跟他说清楚。倩倩回来以后，我能感觉到，她虽然极力的在表现乐观，但是她内心还是有一些悲观的。我怕她知道莫非的存在，会不会对她有刺激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建议你，还是先不要让他们知道彼此比较好，不然的话，我怕她的身体。那你先吃吧，我先出去吧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把你叫出来陪我。不会啊，我刚好也出来走一走。因为我在国内真的是没有多少朋友，所以说就想找你出来。没关系，想找我的时候随时找我。嗯，我能问一下吗？你的病不都好了吗？怎么还……哎，我哥他又担心我，所以就得让他陪着。我说你哥确实太担心你了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了，还管你这么严。是啊，我就特别羡慕你跟你家里人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你像我，从小就被哥哥保护着。我小的时候连公交车都没坐过。真的？
对啊，所以说我3年前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去了无国界组织当联络员。我说你真酷，羡慕。那些最酷的就是那些医生。哎，肖医生，小心。好 ，Alice， 啊，肖医生问你有没有确定做手术的时间？喂，肖医生。对，我还没有做好决定。我会跟我哥讲的。谢谢。你还要做手术呀？一个小手术，现在医生跟家人都在劝我，但是我不太想做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要不去坐坐？好呀，走。你家好酷啊！哇，好可爱呀！莫非这些狐狸玩偶都是你做的吗？对呀，来喝水。你喜欢啊？喜欢送你一个。谢谢。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定制一个。真的吗？那我喜欢贝尔公主。贝尔公主，那就给你做一个贝尔公主的小玩偶送给你。太好了。没事儿，其实我在里面也最喜欢贝尔公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她非常的勇敢，无所畏惧，不管前面有多大的风雨，她都非常坚定自己的目标。所以你要向她学习，遇到任何困难你都不要害怕，你要相信这些困难过后呢，就会雨过天晴的。走吧，过去坐。好，快来一起坐，小心。方小鱼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怎么才来上班啊？你这样我很担心你的。姐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根本定不下心来想这些事情。好，情感上我可以理解你，但是理智上，我希望你多为自己和凯曼来考虑一下呀。你知道现在公司有传言说上海凯曼已经被收购了，那个胡经理成天上蹿下跳搞关系，我看他就是想趁换总裁这个档口，直接把你压下去。总裁换了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知道去啊？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儿，不要趁乱被人挖了坑下了绊子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天天搞事情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他太多。大不了我就辞职。凯曼首席天才设计师风笑鱼，还能让一个饭碗给抽了呀？不行，我就开个工作室去，逍遥自在的，才不受这个气呢。方小鱼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？我就怕你毁在自负这2个字上。我知道你是天才，天才都是自负的，但是自负这个东西伤人又伤己。还好这回蜡染系列帮你扳回了一局，暂时可以抵挡一阵子。我在这个行业很多年了，我的实力我特别清楚。不过姐，还是要谢谢你，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你是唯一一个没有放弃我的人，还硬生生的把我拉回了上海。不会让你爽的，啊！干什么呀，怪肉麻的。有什么事儿直接开口啊。好啊，晚上喝一杯去。你请客啊？那必须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为什么不能
分手啊？你以为凯曼是什么地方？随便进进出出。你这次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以我现在在海妖的地位，当然是被请进来的啦。我来找你是合作的。怎么又是合作的事啊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合作的事不归我管。你从前门直走，左转，是胡经理的办公室。你见过他吧？找他就行。我不，我就找你。谁让你刚才碰我了？看到了吗？2个监控都拍得到。想撞词啊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不理我，我就天天来找你。走会议室说去。真够厉害的，不得不承认，上次在巴黎你跟我谈合作的时候，没想到你会坐到现在的位置上。唉，我才是真的不容易呢。朱海天家的亲戚一个个都跟要吃了我一样，天天想着法的弹劾我。你说我得罪谁了？真的是冤死了。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如果你和我联手的话，我就能在朱家站住脚啦。站得住站不住脚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凯曼想把法国的其他业务拓展到中国来，那这就涉及到设计、生产以及销售。有方总监在，设计方面肯定是不用担心的。但是据我了解，凯曼至今都没有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，主要是线下环节比较薄弱。而我们海妖，不论是生产还是销售，都是相对成熟的。到时候我们一起联手，就可以对抗一切，甚至明远。当然，我来凯曼不仅仅是看重你们的资源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要帮你。这些话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凯曼是不会跟海妖合作的，我也没有这个权利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？我只是一个设计师，我只负责设计部分，其他不归我管。白小曼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曾经做过什么事儿了？我要是跟你合作，我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那事儿不都是误会吗？都是因为莫非在从中作梗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可能早就……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讨好朱海天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想要跟你站在一样的高度，这样就能离你更近。你不用再来这一套了，好吗？我现在抽时间听你说这些不靠谱的话，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好。就算你不看在我对你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只要你同意跟海妖合作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股份、分红，甚至整个海妖都给你，我也在所不辞。我今天算是秀才遇上兵了。白小曼，我是说的哪句话哪个字儿你听不明白吗？我没有最终的决定权，懂了吗？你怎么就没有决定权了？你现在可是凯曼的太子爷，你爸都已经把凯曼收购了，你拒绝我就不能换个理由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爸怎么了？我说你爸把凯曼收购了，现在整个公司都是你家的，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。像，这次由你来担任设计总监，这是设计部一直决定的，就算你爸爸是新任董事长，也不能影响设计部的最终决定。我们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谁担任设计总监。我的朋友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安塞尔。看来我对你还是真的不够了解呀。之前我就在想，你为什么会用一个荒废3年的设计师来担任设计总监？我还以为咱们俩感情里面是有一点那个情谊在的，
要不是因为我爸的关系，你也不会拼命的说服高层同意吧？看来我还是太单纯了，居然相信你是真的欣赏我的作品。是啊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很欣赏。听说你收购了凯曼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不是我想瞒着你，是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了？再说了，我收购哪家公司，我还得先问问你的意见，是不是？行，那你让总部指认我做设计总监，总得让我同意吧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为什么那么做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我不希望我儿子一事无成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年我眼看着唐明轩在这个行业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出色。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啊？荒废了3年，你毫无建树，还说要跟人家唐明轩一争高下，你拿什么跟人家争啊？你争个屁呀！你争。你嫌我丢人是吧？那你别惹我这个儿子呀！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说是为我考虑，然后为自己谋利，我不需要。为什么你就不懂我的苦心呢？啊，我是你爸爸，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你着想。我收购凯曼，那也是为了你能够以后你这个路能够走好一点，走顺一点。那你为了好，我是在害你吗？你为了我好，你早干嘛了？你早干什么了？你看我烦是不是？行，我早行了吧？给我站住！没出息的东西啊！这遇事就知道跑啊！还说想跟人家唐明轩一争高下。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啊？老提唐明轩干什么？你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比呀？啊！我是要让你当总裁的，不是让你当设计师的。你不要拿我跟唐明轩比行不行？你老拿他比干什么？我真是恨铁不成钢。你不要动我！干什么？不要动我行不行？是不是？你老动我干什么？倩倩晕倒了！倩倩晕倒了！快，倩倩晕倒了！现在患者血压很高，颅内压也很高。如果现在手术的话，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。但是呢，患者现在很年轻，其他机能也正常，并且他非常的坚强乐观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呢，还是值得冒一下险的。我们都看过他的片子啊，他这个肿瘤位置啊长得非常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失明。保命要紧。我说的不仅仅是失明啊，如果这个手术不成功，很有可能就下不来手术台啊。我总不能每天看着他打止痛针活着吧？方先生，那几位医生的顾虑呢也是对的。方倩现在的情况，手术的确有风险，不过我们前期可以控制好血压、颅内压，所以这个手术呢还是有一些希望的。这些情况和风险呢，我希望你们家属能够做好心理准备。隔壁队伍的审判结束啦？瞎说什么呢？哪有什么审判？那你的脸色这么难看，我脸色难看吗？判了我死刑啦？
不要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那我说别的，你听吗？你只要不说这些，你说什么我都爱听。哥，别生爸的气了，好吗？爸收购凯曼真的没有恶意，是你误解他了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的病情，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可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啊！在我知道这3年你为我做了什么，你知道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自责和难过吗？哥，我们是兄妹，兄妹之间应该要相互扶持，而不是相互拖累的，不是吗？哥，放下和爸的仇怨，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和他吵了，好吗？哥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放心吧，哥哥不会再这样沉迷下去。我会做出成绩来，让你为我骄傲。好。夏总监，您找我啊？佳熙啊，我想让你帮我去订束花。是送人的吗？男的还是女的？有没有什么特别喜好？你问这个干嘛？送给女孩子可以送百合、天堂鸟，男孩子可以送兰花或竹子。如果是方笑瑜的妹妹。啊？哦，对了，再帮我写张卡片。写什么？写祝方倩早日康复。她生病了，什么病呀？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？对不起，我多嘴了。那我去了。你出去忙吧。雪玲姐，谢谢你们一起来看我，还给我带了这么好看的花儿。还有这个呢，相信你会喜欢。刚才我们俩在书店碰到了，就一起过来了。关键是我们还同时看中了这本书，结果被他捷足先登了。这个书名啊，一看就特别好看。谢谢云轩哥。你喜欢就好了。可是。自从生了病之后，精神就会变得很差，总是会很累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本书看完。没关系啊，我只要一有空就过来读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可是我怕影响你工作。我可以抽空啊。他要是没时间，我可以来读给你听啊。不过，你不要失望哦。才不会呢，我就是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而耽误了你们的工作呀。哎呦，别那么想，我们俩要真因为你忙得应接不暇，那你就是明远员工的救世主，还没准他们会把你供起来也说不定。哎，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的一件事情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小的时候啊，我哥还有明轩哥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，他们去找我，结果被蜜蜂给蛰了，眼睛肿了那么大。记得这个事儿，因为这事儿，他们俩好多天都没去上学。是。你们俩还笑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现在看了蜜蜂，我还有阴影。可是，小的时候，
我们4个就是这样说笑的。可现在唯独少了我哥。哎呦，倩倩，你哥他们俩就是在怄气呢。小时候不也这样吗？经常吵架，经常和好。你现在就该好好养病，等身体养好了，他们俩也和好了。对，等你养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大家一起出国旅行，把你哥哥一起叫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明轩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嗯。没想到我们会想到同样的礼物送给倩倩。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肯定会知道她喜欢什么呀。是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她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小妹妹。这种情谊真的是很难割舍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，当人慢慢的长大，很多东西就变了？我现在真的希望倩倩可以马上好起来。我收购凯曼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也没机会跟大家见面，主要是因为一来啊，我抱歉这俗事缠身的，二来呢也是因为个人觉得这时机还不成熟，所以这个会议才压到今天举行。刚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呢，我可以跟大家正式见个面。好吧，接下来呢，我请胡副总经理主持下面的会议。各位，今天董事长给大家开会呢，主要是3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是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在方氏集团完成对凯曼的收购期间，稳定好各自部门，尽量平稳过渡。第二件事呢，是董事长有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要宣布。我想借着今天这个会议呢，正式宣布一道人事任命。从今天开始，设计总监方孝宇将兼任凯曼中国区副总。小鱼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爸让你做凯曼中国区的副总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他以前根本就没重视过我。现在空降一个副总给我，鬼相信这是为我好。你以为这个位置我找不到其他优秀的人选吗？我告诉你，多了去了。让你来做这个位置，我是要想让你熟悉一切的业务，将来你才能顺利接我的位置。倩倩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要是再跟以前一样一事无成，那倩倩以后靠谁呀？好，我答应做凯曼的中国区副总。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请方副总为我们讲几句话。在座的各位，大家都是老熟人了，那些场面话和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既然我已经接手了这个职位，以后我一定会尽职尽责，也希望可以继续和前辈们、同事们同心协力，让我们的凯曼越走越远。各位，大家共事多年，方副总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我相信在方副总的领导下，凯曼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作为凯曼中国区的副总经理，今天我将带领凯曼正式进军中国，推出针对亚洲女性市场的高端服装品牌。这真的是可以进军这个领域，已经推出了非常不销路的货。没错，这个就是今天会议的第3个主题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，通力合作，让凯曼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好吧？刚才大家的反应你也看到了啊，想要服众，
就必须要靠你自己，把你的才华、把你的能力通通展示出来，懂吧？他们怎么想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在乎的只有倩倩。小子，我花那么多钱让你来坐这个位置，我不是让你来耍你的个性、耍你的韧性啊！你要知道，当一个公司的领导，你不能光只会设计吧，是不是？你还要必须具备有这个领导的能力、协调的能力、各式各样的能力。如果这些公司的高管他不认可你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虚有其表，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个屁。你希望这样子吗？我希望不希望有什么要紧的？从刚才的会议上来看，谁会质疑你说的话呢？就算我设计的是一堆破烂，他们也会拍手叫好吧？干嘛？干嘛？你还有事吗？我没事，我就不能做事跟你多聊会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这里的位置我得走。别，这是你买的公司，你愿意做多久就做多久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去陪陪倩倩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事不需要你来指点。我还真准备要去看倩倩。公司的事儿，以后你就多上点心，对你没坏处的，没坏处的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啊。老唐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能解决跟方卫国之间的问题，以后所有关于 SLC 的款项，我都不会批。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方卫国他一开始就已经放弃了对 SLC 的收购，那就说明他对 SLC 没有志在必得。方倩生病之后，他又开始反驳，说明什么呢？他是冲动的，而明远不是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明远为了和凯曼争夺 SLC， 追加的款项已经超出了预算的35%，这叫豪赌。既然我们已经投入了那么大的人力还有财力，我们为什么要停止？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只有一个：止损。这不是损失，这是关系到明远更加好的、更加光明的未来。从哪儿看出是更加光明的未来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老唐，我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你收购 SLC。你的所谓的梦想，你的全球战略，你的中国风，全公司上上下下只有你一个人。唐局，难道公司上上下下只有你一个人在真心的为明远的未来着想吗？就你一个人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很多的人，包括你。但是做决策的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我是深思熟虑的。只要我还在董事长的位置一天，收购 SLC 我不会停止一天，不会。哟，方副总经理还要亲自倒咖啡啊？姐，你就别给我开玩笑了啊！我这哪是开玩笑啊？我一会儿还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向您汇报呢。咱们俩还谈得上汇报吗？我得说清楚啊，咱们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你这当了副总，还管不管模特部的事情了？当然管了。那你上次去明远聊得怎么样？明远大秀确定让我们走了吗？姐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这是需要我向你汇报工作呀？那你早说呀，我去写个报表给你送过来，行不行？闹了，我这不是得问清楚吗？你说孩子们天天起早贪黑的玩命练，要是最后不走了，法务部没有通知你吗？合同早就送来了，已经定了，就差我们最后签字。那就好。再过几天确认签字之后，就给他们发过去。你带模特先去试试衣服，
方便他们进行修改。你可算是干了件正经事儿啊！你以前胡闹呢，我不管了，但是你当了副总经理，你要给我好好工作啊！我怎么觉得我当上副总之后反而又不好了呢？怎么不好了？刚当副总2个小时，已经被训2次了。啊？怎么样，唐总？你们那个幻彩云烟的发布会准备的还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那就好。那天我看销售报表才发现，就上次我们的时尚中国风那个设计师莫非，他设计的茶马古道，竟然评价和销量都是最高的。我突然发现，单凭设计师个人的名气和荣誉，已经不能够代表用户购买的参考价值。我觉得啊，是他引入中国风的元素，才使他那款大卖。你觉得呢？咱俩的想法真的是不谋而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接下来的研发和设计呢，不但要加大中国风这一块，同时呢，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，不仅要占领国内市场，同时我希望可以走出国门，最终走向世界。你这个想法太好了，跟你合作真愉快。唐总，刚才我去各个设计室看了一下，他们都在根据发布会的现场进行调整，情况还不错。对，跟那个米娅的助理有联系上吗？我刚刚联系了，现在什么状况？还没有回复我。继续跟进吧，啊。对了，刚才我跟每日时尚的吴总见了个面了，他说这一次在他们平台的销售，我们的时尚中国风作品销售的非常好。这是在他们线上所有的销售统计表，你可以研究一下。嗯。嘉熙，你在？嘉熙，你干嘛呢？看公司内网。内网，有什么新消息吗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我看看。莫非，你的茶马古道在每日时尚销量第1耶？真的吗？对呀，你看。你俩聊，我去工作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嘉熙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应该让莫非请客呀。你说让莫非请我们吃点什么好呢？那你们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告诉我要吃什么？你看着点吧。那我随便点了啊。这就是你让下面人做的设计图？我辛辛苦苦弄的明远概念图，你就用这些东西来糊弄我？郑航到底是你办事不力，还是海耀就根本就没有善良的设计师了？白总，您别生气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公司这些设计师的情况你也了解了，大多都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，这些设计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创新了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替他们说话吗？没有，白总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真的是实话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郑航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1周之内必须交出让我满意的设计图。否则，你跟他们一起滚！白总，喂，小曼。嘉熙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，怎么了这么晚？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厉害的设计师，把你给我的那张概念图变成完整的设计啊？我要被我们公司的那些设计师给气死。